下面就进入最重要的模式，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预期上台。好看吗？是不是太漂亮了？大家欣赏一下我们的宝石绿，很漂亮啊！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小米预期啊，在前几天发布了，全部都是原创设计啊，连这个宝石绿都是的。这个颜色啊，在技术发布会上足足说了1个小时，一起是有3个颜色啊，绿色的、金属色，还有一个橙色。据说啊，10年都不会褪色啊，那技术是相当的厉害，而且是绝对的原创啊，没有抄袭呢任何车型。尽管啊，技术发布会当天啊，法拉利中国啊也蹭了一波小米的流量。从这个图上看啊，这个法拉利的小牌子呢，不仅借鉴了小米预期的设计，更是抄袭了小米独家研发出来的颜色啊。可以说啊，这个法拉利创始人的儿子啊，真的是蛮有品位的呀。尽管是呢法拉利提前发出来的，但是啊，可以肯定的是，绝对是抄袭小米预期的。我有证据啊，来看一段被紧急删除的影片，小米预期的设计总监到底是怎么说的。我叫 Shane， 我是 Y17 的设计总监，以前在宝马公司工作 ，Z4、X1、2系等内饰是我主导的。外观上，你对这台车最满意的3个点？外观上，我觉得还是一个姿态比例、家族性的一个语言的一个设计，前大灯、后大灯，还有就是很多的一些我们的这个空气动力学的一个风口，这些设计我是满意的。最不满意的3点没有。我们在做这个风道的时候，有没有参考过迈凯伦 720S、750S？ 没有。棒式的前机盖的时候，有没有参考过法拉利的 Pure 3轨？没有。然后我们在做这个门把手的时候，有没有参考过法拉利的 Roma 或者296？没有。我们在做这个尾部的时候，有没有参考过阿斯顿马丁的 DBX？ 没有。我们在做里面的这个双座舱的时候，有没有参考过法拉利的？没有。就是这么自信啊，连续多个没有，把这个采访的人呢说的哑口无言，根本就无力反驳啊。甚至呢，最后一个问题，那个座椅参考了法拉利的什么呀，都没有问出来，就直接告诉你没有。小样儿，知道你想问什么，都是没有，一点都没有抄袭啊，全部都是小米的原创设计，而且还是家族化的设计啊，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设计风格。虽然小米呢才出2款车，那谁说2款车就不能成为一个家族呢？基因已经形成了，管它是抄袭的基因呢，还是原创的，总之就是淡定的告诉你没有，没有，都没有。只要嘴巴严呢，就没人说它是抄袭啊。虽然这段非常真实的视频呢，最后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啊，在墙内被删除了，可能是因为不够严谨啊，还是说小米呢觉得采访的方式啊不太对，完整版的视频已经找不到了。但是呢，我觉得经典总是永流传的。这次啊，还只是技术发布会，后面呢还有上市发布会，甚至还有呢品鉴会啊什么的。一台车啊，多次开发布会呢，也是创新。鼻祖啊是华为，它不仅开多场啊，而且还不受时间的约束啊。同一款车，今年开了，明年开，明年开了，后年还可以继续开啊，就非常的绝。回到那个原创的问题啊，那个设计总监这么坚定的说不是抄袭，不是模仿。其实呢，我找到了另一个原因，就是雷军啊，他亲口说的，这每一个细节里面我都推敲过了，理解，没有任何一个细节是抄袭的，没有任何一个细节是抄袭的，他自己说的啊，全部都是经过工程师的仔细推敲，绝对没有抄袭。我就搞不清楚了，细节都是仔细推敲的，那为什么2个车啊它会长得那么像呢？是什么原因呢？小米工程师是在推敲个什么东西呢？难道是在推敲啊怎么做的又像，它又不是抄袭呢？细节啊可能真的精确到了毫米级别了，同时呢还能申请外观专利呢。等哪天啊雷军不开心了，还能反过来告一把法拉利侵权外观专利。这绝对是工程师干的好活啊！而且啊，从雷军这么自信的在采访中说出来呀，这个活儿肯定干得非常的漂亮，不然他怎么敢啊？法律方面啊，肯定没有任何问题。网上被人嘲笑啊，
笑就笑吧，不耽误他挣钱的。小米玉7啊，挖孔版的。你猜我在机场停车的时候看到一台什么车？小米玉7啊，太牛逼了！你看看这造型，这个绿色，这不是雷总讲的地狱绿？你看这尾翼，哇，挖空的，我靠，这应该是测试车吧？这个地方还蹭到了，哇，你看看这个大压尾，空气动力学，哇，这颜色，这大轮毂。后刹车还是带开槽的，我的妈呀！呀，这还伪装了个排气管，上面还带行李架。哇，挖孔版的，哇，挖孔版的小米玉7啊！呀，这是真挖孔哎，看到没？能看见里面的，你们就看看这卡钳，6活塞吧。你再看看这悬架，双叉臂吧，这个地方散热器，这空气动力学。这总不是假的吧？这它是通的。你看看，充电接口，隐藏式门把手，这屁股绝对性感。你看这大灯，你看看这侧面造型，漂不漂亮？这正面造型，它上牌照的原因应该是为了伪装，伪装肯定是伪装。你太幸运了啊！发布会我没去成。我竟然在机场看到了小米玉7啊！炸了！杰尼赛斯，这肯定是伪装的，就是为了伪装。太棒了！帮我给小米玉7合张影。真的非常的好啊！原创设计多了，走到哪里呢，都可能遇到疑似亲兄弟啊。那么就有人说了，原创那么多台车的外观质量怎么样呢？雷军在发布会上呢也说得很清楚了。Model Y 的 Model Y 的 Model Y 那 Model Y 的是 Model Y 的这个 Model Y， 然后比 Model Y 多了。我们比一下 Model Y 啊 ，Model Y 呢 ，Model 3打遍天下没敌手，就不要谈 Model Y 了啊。Model Y 是全球销冠啊，因为 Model Y 也是 Model Y 的标，反正 Model Y 的性能版呢，全程吊打 Model Y 啊，整个发布会上。特斯拉的 Model Y 都是比小米呢差那么一丢丢，续航啊、电池啊、车架啊都要差一点点，就是这么巧。当然啊，雷军说了这么多次 Model Y 啊，也有可能呢是收了特斯拉的钱，在疯狂的暗示大家买特斯拉的 Model Y 啊。毕竟呢，他也是特斯拉的车主啊，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解释得通的。同时呢，把特斯拉拿出来说事儿呢，也不会收到律师函啊。现在如果把其他车企拿出来，那就惨了，因为啊，他们都有500万的警告啊，说特斯拉肯定没事。这次号称性能豪华 SUV 呀，前期都是800伏的平台，车身重量呢直接干到了2.4吨开外，比特斯拉 Model Y 呢整整重了半吨。半吨大概有多重呢？就是往特斯拉里面啊塞5个200斤的大胖子。这样的话呢 ，Model Y 就和小米玉7呢车身一样重了。就这样的重量跑高速的话呢，估计呢也是一个电动纳智捷。我还发现啊，这个小米玉7啊这么重的车啊，它还是用的窄胎，就是面条胎啊。那操控啊，估计是完美的继承了小米速7的表现。花坛战神2代呢要横空出世了，建议以后啊在花坛上呢也画个车位啊。停上面就得收钱，绝对的创收利器呢。小米玉7到底是真的更安全，还是在玩营销呢？我用1分钟啊，帮大家祛魅一下小米玉7发布会上那些唬人的名词。那首先呢，小米车身采用的2200兆帕的材料呢，绝对是目前汽车界的顶流了。那成本呢，应该也不低。那毕竟啊，这东北大学的冶金专业的地位在那儿摆着呢。按理说呢，把人的成果拿来应用一下呢，是很正常的。但发布会上呢，小米却说用 AI 模型从2443万种配方中筛选而得的。翻译过来呢，应该就是用 AI 的搜索引擎从上千万的结果中搜到的成果。那第二呢，小米玉7采用的是内嵌式防滚架设计，这里啊人家可是加了双引号的。那赛车上那个叫防滚架，那这个呢充其量叫车架的一部分，而且呢也没有形成环形的密封设计，所以呢和防滚架呢它压根儿就不是一个东西，多少有点偷换概念吧。第三呢，这个所谓的内嵌式防滚架呢采用的是热气胀技术呢，也不是小米第一个应用的。那比如说牧马人啊、极客呀等等
就更早应用过了，那也是属于热成型工艺，只是利用热气胀呢去代替传统的冲压成型技术，那提升强度的同时呢，还能去缩小这个 A 柱的宽度，减少驾驶员的视野盲区。但其他车企的材料啊，都是一直延伸到 C 柱的小三角窗那里，而小米呢却只用了前半段，这样的话呢会提升 A 柱的强度，但是对整个车顶强度的提升呢意义可能并不大。最后呢，整体的车架来说呢，小米汽车的安全性呢还是不错的，车头的溃缩吸能设计和车架的结构设计呢还是比较主流的，中部的材料呢也有一些抗柱状的承受能力，但是在一些环形的封闭设计上呢还是有提升空间的。那不过呢也不得不佩服这个小米的营销能力啊，能把很多普通的技术词语呢讲得特别高大上啊。热成型钢呢这回也不叫什么马氏体钢了，改名叫小米超级钢啊，确实厉害厉害，确实是很有看点啊！从2443万种配方筛选而成的小米这个超强钢啊，那这么说的话呢，小米 AI 也确实很厉害啊，可以从2443万种配方中挑选出来一种，算力了，绝对是牛逼的，怪不得啊能自研出独家3纳米的芯片呢。说小米预期抄袭也好呢，原创也好，有人就认为啊，真的不耽误卖的。就这车，你们再怎么嘲讽，再怎么说的 copy 借鉴模仿，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，对这车的销量没有一点点的影响，反而会有一些正向的刺激。不服没办法，就是这么的屌。热心的网友们已经给出答案，难道别人说我的老婆长得像林志玲，我不应该开心吗？所以对这车的用户群体来说，他们根本不在意你像不像法拉利，甚至说也正是因为小米预期这款车，让大部分的人知道这一串字母组合在一起应该怎么读。这车的用户群里应该想对小米说，你别那么含蓄，能不能再像一点法拉利？那有的人要说了，众泰如果要是活到了今天，滚蛋！众泰，你还什么呢？你放眼全国，现在所有的品牌，只有小米一个人可以这么干，就是这么的屌。不信你们试想一下，如果小米预期这款车这个造型是为的是对，就是他们做的，你们知道结果是什么吗？骂到倒闭呀，哥哥。那有些博主大哥这个时候就出来了，力挺那些搞原创的了，对吧？这才原创卖的有多惨？要我说，你们什么时候说原创都别这时候说原创好吗？当年 Mega 被骂棺材的时候，007被骂丑爆了的时候，萤火虫。你们人呢？那个都是原创，你们人去哪了？有没有见着你们去声援他们？不也是跟着他们一起说？好像棺材，真像棺材。六眼飞鱼 ，iPhone 手机。我知道，讲白了不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？但这个时候没必要去攻击人家。无论你们怎么攻击这款车，你们都阻止不了预期这款车会成为刷新各位认知的爆款车型。现在网上啊，很多人都骂呀，有的人有一个观点就是呢，小米预期长得像法拉利。难道你不希望自己的老婆长得像林志玲或者是刘亦菲吗？好看就行啊，地性原理嘛。就小米这么坚持原创啊，其实真的不耽误他挣钱，也不耽误啊雷军可能再次成为中国首富啊。这种情况是现在整个社会造成的，现在的车圈啊已经彻底的疯狂了。这次小米预期一出，估计很多人都又被笑话了，跟之前啊强烈笑话韩国人呢说泡菜饺子都是他们的一样，现在可以说法拉利、保时捷等一些小牌子都是抄袭小米的。整场发布会下来，其实很多网友呢都想听到雷军对上次爆燃事件能说点什么，甚至说能够道个歉啊。结果呢没有等到，等到什么呢？等到了雷军的煽情，简直是绝了呀！真的是含泪把你的钱给挣了。在下面狂热的粉丝啊听的是嗷嗷叫，这些人啊，等到7月份了，你们可一定要买啊！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谢谢观看，拜拜。国产高科技的芯片就是这么来的，之前真是被严重了。马上开始。我花了10年研发的成果，怎么样？真香。